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亲手把我踩在脚下，挖出我心脏神印的人，竟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哥哥。弟弟，你的神印，哥哥替你用了。而我就这么死了，死在所有人遗忘的角落。墓主生命体征归零，神印系统强生倒计时。我回到了18岁，回到被挖印前的3个月。神印系统已绑定。墓主炼器1层被采集，建议完整1%残印状，但可解锁功能印意感知。当前神印完整度7%，主线任务已开启，夺回完整神印，登顶万古，倒计时90天，失败则魂飞魄散。前世业务臣用了10年才集齐5枚，最终依然功亏一篑。但我不同，我有前世的记忆，知道每枚碎片的藏匿之处，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，知道每一场阴谋的走向。3个月够了。支线任务已触发，今夜子时前往后山禁地，取回第1枚神印碎片，苍玄老祖的遗骨。任务实现2个时辰，失败惩罚，系统自毁，宿主即刻死亡。闻言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推门而出。月光下，我瘦削的身影像一把出鞘的刀。后山禁地是苍玄宗立宗3000年来的禁绝之处，铁链锁门，符咒封禁。虽然前世我从未来过这里，但系统给我的记忆碎片告诉我，苍玄老祖的遗骨就在里面，而老祖残魂尚存。甬道尽头是一方石台，石台上盘坐的骷髅，双手捧着的珠内封着一团混沌之气。第1枚神印碎片定位成功，老祖遗骨中的先天印痕。我刚伸出手，骷髅突然动了。3000年了，你是第1个走到这里的人。弟子叶灵天，求老祖赐印。你知道取印的代价是什么？知道，承受老祖最后一缕残魂的考验，失败则魂飞魄散。那你还要试？我死过一次了，不怕再死一次。好，有胆。苍玄老祖把我拉入的考验，竟然是我前世被挖印的那一天。弟弟，别怪哥哥，怪只怪你太弱。同样的梦，是时候该转变了。破！3000年了，你是第1个破了幻境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的心够硬，是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。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你怕了。珠子裂开，那道混沌之气化作金光，没入我的胸口。获得第1枚碎片，神印从7%提升至17%，修为炼器1层提升至炼器7层。谢老祖赐印。别急着谢，老夫还有个条件。敢问老祖，什么条件？老夫在这破地方困了3000年，闷都快闷死了。你既拿了老夫的印，就得把老夫的残魂也带走。我要怎么做？带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老夫就去哪儿。放心，老夫不白住你身体，
老夫活了8000年，见过的功法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你修炼上有任何问题，老夫都不能指点你。苍玄老祖残魂请求寄宿，奖励是获得8000年修炼经验加持，代价是每日被老祖毒舌吐槽3次。老祖，您在我体内能安静点吗？不能。接受。你这身体也太弱了吧！炼气7层，老夫养的狗都比你有修为。重生的第一天，我获得了一枚神印碎片，一个系统，还有一个比敌人更烦人的糟老头子。赶紧下山，老夫3000年没活动了，明天给你安排特训。一夜跳6层，苍玄宗从未有过，但不够。叶无尘筑基5层，差一个大境界。小子，看清楚了，山下那些人3天后都会是你的对手。我必须更快。叶无尘，前世的杀身仇人，凌天，今生的堂兄。你去哪儿了？哥哥找了你一夜，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我就是睡不着，出去走了走，让哥担心了。对了，3天后就是宗门大比，听说今年的奖励是一枚筑基丹。凌天，你要是能进前10，说不定有机会。筑基丹吗？前世我没有参加这次大比，因叶无尘告诉我修为太低去了也是丢人。但我知道筑基丹只是幌子，大比真正的奖励是第2枚神印碎片。我会参加的。叶无尘的笑容微微一滞。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不过你刚才那一下躲得漂亮，老夫给9分，扣1分是因为你手心出汗了。那不是叶家的废物吗？炼气1层也来报名，听说他哥是叶无尘内门第一，来给弟弟撑腰的吧？废物就是废物，靠谁都没用。小子，这些人骂你，你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等我站在擂台上，用拳头让他们闭嘴，比骂回去爽1万倍。好，老夫越来越喜欢你了。炼气1层，你确定要报名？大比是有生死风险的。确定。长老，我弟弟只是想锻炼一下，我会照看他的。行吧，签了。检测到叶无尘体内藏有一枚神印碎片，完整度12%，是否开启争夺任务？警告：当前宿主实力与目标差距过大，强行争夺成功率低于5%。不急，3天后擂台上见。小子，3天后你打算怎么办？炼气7层打筑基，老夫活了8000年都没见过这种送死法。老祖，3天后您就知道了。大比之日，宗门广场上搭建了10座擂台，人山人海。抽签结果出来，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外门排名第3的赵猛。赵猛炼气9层，体修一拳能碎千斤巨石。叶凌天，炼气1层，这不是送粉题吗？废物对猛哥，3秒结束吧！我赌5招，5招，你也太看得起那个废物了。我走上擂台，面无表情。小子，要不要老夫教你一招？左肋第3根肋骨有旧伤，往那儿打，一拳倒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哟，还挺傲。开始。叶凌天，上！小子，你这招跟谁学的？干净利落，有老夫当年1%的风采啊！前世被人杀死过，总得学会怎么打人。这个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总得学会怎么打人。看台下坐着的那个已经注意到你了，3天后的决赛，他不会让你赢。第1战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小看我。第2战，对手炼气8层，3招败死；第3，对手炼力巅峰，5招拿下。第4战，全场震惊炼气1层的废物，越级击败手筑基高手。小子，你藏的真的根本不像18岁的毛头小子。我的战斗经验是前世用命换来的，虽然修为没了，但肌肉记忆还在。
对敌经验还在，一个对手弱点洞察的能力还在，这就是重生的最大优势。第5战、第6战、第7战，我连战连捷，一路杀进决赛。这个叶灵天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炼气1层连败7个高手，这是作弊一个给我看看，人家是真本事啊！此子战斗意识极强，是个好苗子。决赛的对阵表出来了，叶灵天对战叶无尘，兄弟对决。灵天，你隐藏的真好，不过别以为赢了几场就能赢我。哥，请赐教。兄弟对决，这一刻，整个苍玄宗都在等。小子，这一战开始。灵天，现在认输，哥哥还能保你体面。叶无神用的是叶家祖传的玄天掌法，掌风凌厉，每一掌都带着筑基修为的浑厚灵力。我没有功夫，纯靠战斗本能和前世经验硬扛。3招过后，我被一掌震退5步，嘴角溢出血丝。就这，我擦掉嘴角的血。小子，用印可以用了。印含技能送茶之眼激活。我看见了掌风的缝隙，没有躲。一拳穿透。你怎么可能看穿我的掌法？叶无尘也有神印。我看着那道金光，终于亮出来了。叶无尘的神印碎片暴露了，在数千人面前。你故意的。我没有回答，不需要回答。借刀杀人，逼他亮底牌。两人都身怀神印碎片，这不可能。神印3000年未曾现世，怎么会在2个小辈身上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叶家当年就是靠盗印起家的。你什么时候有的神印？我去后山禁地走一趟。小子，叶灵天，接我这掌！来得好，有点意思。神印推法，好快的推！再接我一招！神印现！去死吧！太慢，结束了。还没结束！这就是你的权利吗？你以为抢了1枚碎片就能赢我？我的修为比你高一个大境界。修为高有什么用？你的印是偷来的，我的印是老祖亲手给的。条件击败叶无尘，夺取其掌中神印碎片，胜利奖励：神印完整度提升12%，修为提升至筑基，失败惩罚宿主死亡。我低头看着他，这个前世杀了自己的人，哥，你的印该还了。叶无尘没有说话，他的嘴唇在动，但没有声音。叶无尘的右手被我踩在地上。你不能夺我的印，叶家的印，每一枚都有祖老印记，你强行夺取会被家族追杀。前世你夺我的印时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说什么前世？目标碎片已被叶家族老施加封印，强行夺取将触发封印反噬。别怕那破封印，老夫帮你破。神印碎片在召唤神印碎片，3000年后，他们终于要重新聚合。金色碎片剧烈颤抖了一瞬，然后化作一道流光，没入我的胸口。夺取成功，神印完整度从17%提升至29%，修为从炼气7层提升至筑基1层。胜者叶灵天。叶灵天，叶家老祖已经知道了，3日后祖老会降临，你夺了我的印，就要用命来还。我看着他被抬走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动。紧急任务：3日内存。叶家族将在3日后降临，邪族老会追杀宿主。存活条件：3日内将修为提升至筑基巅峰，或找到第3枚神印碎片。3天吗？3天，小子，你这辈子是不是跟3天过不去了？我回到柴房时，一封追杀令已经贴在了宗门大门口。叶家叛徒叶灵天
以下反上，夺取兄长神印。若敢反抗，诛我的九族。前世我被叶无尘挖印时，九族在哪里？我被逐出宗门时，九族在哪里？我死在那间破庙里时，九族在哪里？老祖，老祖，叶家老祖什么修为？金丹巅峰。你现在筑基1层，对上他就是蚂蚁对大象。那第3枚碎片在哪儿？在魔道手里。魔道？白骨城西南3000里，魔道圣女苏达梦的白骨大殿，那枚碎片被她当装饰品镶在王座上。不过那女娃娃比你哥难缠1万倍，她筑基巅峰，精通媚术和毒术，手下还有3000魔兵。第3枚神印碎片定位已更新，距离3200里，建议趁夜出发。全速版路需2日可达。这是收拾东西，我没有犹豫，留下是死，去魔道是九死一生。此时，第一波杀手摸进了我的房间，3个人黑衣明灭，筑基2子、3子、8子。我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。刀光口亮起的瞬间，我睁开了眼。猎物已亡。3把刀同时砍下，我的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，等了你们很久了。3个筑基2层，小子，练练手。作恶不止，必当惩戒。江湖行走，不惹纷争，但助纣为灭。今日结局，皆是自取。护己护善，善恶终有归处，从无侥幸可言。你不是筑基1层吗？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来的？叶家。我身直利刃，是为守善而非商量。我修悟道，不为杀伐，只为护己护善。一枚碎片距离3200里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3200里，小子，这一路不会太平。白骨城也是乱象丛生的魔头之地，我需快速前往。恶不除，道不宁，坚守本心还需要快速变强。心怀正道，惩恶扬善，2日2夜不眠不休。我穿过了荒原、沼泽、妖兽森林。终于在第3日黄昏看到了白骨城，诚如其名，整座城池用白骨砌成，城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头骨。城门大开，没有守卫，却挂着入城者需献上一颗真心的牌子。不是比喻，他真的让人挖心。我在城门口站了片刻，然后他大步走近。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偶尔有几个魔道修士走过，都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。没人拦，因所有人都知道，进了白骨城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。城主府在城中央，大殿内白骨铺地，血红色的帷幔从穹顶垂下。大殿正中央，一把巨大的王座上，红裙似火，眼尾上挑，唇边一颗朱砂痣。苏达梦，他歪着头看着我，眼神像在看一件有趣的玩具。小弟弟，筑基1层。你知道进了我的城就出不去吗？我要你王座上的那枚碎片。笑声在大殿里回荡，3000魔兵从暗处涌出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有意思，上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，骨头还在城墙上挂着呢。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做我的男人，那枚碎片当定情情物送你。第二，就是死哦，小弟弟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笑了。我选第3个，打带你抢走碎片，然后连你一起收了。触发隐藏任务，征服苏达梦。奖励第3枚神印碎片，加结魔道势力效忠。警告：目标修为筑基巅峰，媚术 max， 毒术 max， 不易招惹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筑基1层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手腕一转，从我的扣手中划脱。你不是疯子，就是有底牌。神印碎片的力量涌入4肢百骸，
我的气息从筑基1层爆伤到筑基3层，加上苍道祖残魂的加持，硬实力接近筑基巅峰。神印，你是叶家的人？哼，开始吧。没有用任何花哨的招式，就是最简单的直拳，但这一拳蕴含了神印之力，拳风擦过他的耳畔。苏达梦侧身避开。有点意思。既然你表演完了，小弟弟那就该我了。中毒。我的毒3刻钟不解，你会从内到外烂成一滩水。我掏出匕首，直接削掉了中毒的皮肉。我眉头都没皱一下，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你再来，小子，你刚才那一下，老夫看了都疼。不过这女娃娃的眼神变了，她开始怕你了。苏达梦第一次收起了笑容。他见过不怕死的人，但没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人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活着，好好活着。就这？你试过被人挖走最重要的东西，然后被全世界抛弃的滋味吗？我试过，所以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我的东西。你被叶家追杀，被家族背叛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吗？所以你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我是魔道圣女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我也是被家族抛弃的人。我没有否认。同病相怜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？不需要你心软，我只需要你。白骨城以后不再作恶即可。体内的2枚神印同时爆发的共鸣，让我的修为在瞬间突破了筑基5层。王座扶手上那枚暗金色的碎片脱落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我伸手接住，获得第3枚神印碎片。神印完整度从29%升到41%，修为从筑基1层提升至筑基6层。3枚碎片在体内共振，我的背后浮现出一道巨大的金色虚影。那虽然还残缺大半，但散发出的威压让在场所有魔兵双腿发软，纷纷跪下。叶灵天是吧？我改主意了，我不杀你了，我要跟着你。收了个比敌人还难缠的跟班，不过这女娃娃是真心的，老夫看人不会错。跟着我。我在这里守了3年，等了3年，就是想等一个能打败我的人。你是第一个，你打败了我，按照白骨城的规矩，我就是你的人。参见城主。我不需要。你需要，你只有筑基6层。叶家老祖是金丹巅峰，你一个人去送死吗？但加上我和3000魔兵，至少能让你多活1刻钟。1刻钟有什么用？你别小看神印刻钟，你身上有足够你活着成长起来，将来至少是个大宗师。到时候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帮我杀了苏家老祖。我看着他眼中的恨意，想起了前世自己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成就。苏达梦已加入队伍，白骨城魔道势力已绑定。当前队伍战力：筑基巅峰1名，筑基中期5名，魔兵3200名。叶家老祖将在12小时后抵达。所有人听令，布置毒阵、陷阱、伏兵。我要让叶家那个老东西有来无回。3000魔兵，听我号令，备战！
小子，你确定他只是想让你帮忙报仇？老夫看他看你的眼神，就是在看一块到嘴的肉。老祖，闭嘴！叶家老祖金丹巅峰，12小时后他将抵达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上次说3天够了，这次呢，12小时够不够？12小时，我没有浪费1秒钟。城墙上涂满了剧毒，城门后埋了3000斤炸药，毒阵布置了整整3层。我则是在尽快炼化3枚神印碎片的残余力量。神印守护已解锁，被动技能自动处抵挡1次致死攻击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时辰刚到，天空忽然暗了下来，股恐怖的力量从天穹压下，枯瘦的手从裂缝中伸了。这就是金丹巅峰。叶家老祖，前世我只见过这个人2次，第一次是叶无尘夺印后，老祖夸他做得好；第2次是我被逐出叶家时，老祖说废物不配姓叶。叶灵天，3枚碎片交出来，老夫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你认为自己是金丹强者，就能压垮我的脊梁和正道之心吗？老东西，想要印，自己来拿。他的右手抬了起来。金丹巅峰对筑基7层，蚂蚁对大象，但蚂蚁也有蚂蚁的摇法。倒计时结束，识别对手实力高出太多，不可力敌。蝼蚁就是蝼蚁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身为家族的一员，就应听从老祖我的命令，不然，碾死即可。金丹巅峰的意志没有任何花哨，纯粹的力量碾压。这老东西太强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疯了！你连他一根食指都打不过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打算跟他打。蝼蚁，你以为能跑掉吗？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为什么金丹修为才被称为老祖。身后的恐怖气息越来越近，我知道跑不掉。金丹巅峰的速度不是筑基期能比的，但我只需要跑进妖兽森林，看看能不能引动妖兽即可。神印守护触发，一道金色光罩将我包裹，挡住了致命一击的剩余力量。你竟然觉醒了守护印记！守护印记3000年来只有1个人觉醒过，苍玄老祖，他应该已经死了才对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老东西，你怕了？守护印记加上3枚神印碎片，若老夫吞噬了你，说不定能突破元婴。应该已经来了吧？3阶妖兽相当于金丹期，看来运气不错，那个传说是正确的。你故意引老夫进妖兽森林。老祖，你忘了这林子是谁的地盘？小子，妖兽森林的霸主监视雷鹏，1000年前曾被叶家老祖封印过1次。这只雷鹏可是很记仇的。我引叶家老祖进森林，就是为了让雷鹏闻到仇人的气息。是你，1000年前就是你封印了本座。他当年封印雷鹏时是金丹初期，费了9牛2虎之力。现在他虽然到了金丹巅峰，但雷鹏也到了巅峰。你这只孽畜！扶我走吧，需要尽快找个地方。你个疯子！
那老东西和雷鹏至少能打3天，3天后他还活着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答应过你，帮你杀了苏家老祖，在那之前我不能死。你说的对，3天后那老东西要是还活着，你就死定了。所以抓紧时间疗伤。白骨城地下的密室，我躺在石台上，浑身是伤，左肩骨骼粉碎，右腿韧带撕裂，内脏多处出血。老祖的残魂飘在我身边，难得没有骂人。小子，你这次伤得太重了，不彻底疗伤，修为会跌落。怎么彻底疗伤？用神印碎片炼化你的血肉，3枚碎片同时运转，重塑你的骨骼和经脉。这是当年老夫用来突破金丹的方法，疼得要命。你敢不敢试？是。你确定？重塑骨骼的疼痛，相当于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敲碎再长好。我死过1次了，不怕。我闭上眼睛，催动体内的3枚神印碎片。我闭上眼睛，催动体内的3枚神印碎片。3枚碎片同时亮起，金光顺着经脉蔓延到全身，骨骼碎裂的声响是碎骨在重新生长，像1万把刀同时刺入骨髓。我的指甲深深嵌进石台，石台表面被我的指力抓出10道深痕，身体在剧烈颤抖，冷汗把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我一声没吭。1个时辰，2个时辰，3个时辰。当第4缕阳光从密室的缝隙照进来时，我的身体猛地一震，3枚碎片的力量彻底炼化，我的修为一路暴涨，直接冲到了筑基巅峰，距离金丹只差一层薄薄的壁垒。左肩的骨骼已经完全重塑，甚至比以前更坚韧。我握了握拳，感觉力量在血管里咆哮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样子像个怪物？怪物好啊，怪物才不会被人欺负。小子，还差1枚碎片就能冲击金丹了。第4枚碎片的位置，老夫知道在哪儿。在哪儿？苍玄宗宗主手里。3日后，看来叶家老祖和雷鹏的战斗结束了。老东西被雷鹏重伤，狼狈逃走，没有个把月恢复不过来。我决定回苍玄宗。你疯了！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你夺了叶无尘的印，叶家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一个人回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带着魔兵留在这里，如果我活着回来，我带你一起去找苏家老祖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不会死，我就把你的骨头挖出来，先在王座上天天坐着。我知道了。我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一定要回来，我等你。2天的路就应该可以回到了宗门了。果然你回来了呢，不出老夫所料。叶灵天，你想要这个？你以为只有你会找碎片？宗主是我师父，他的碎片早就是我的了。天交出你身上的3枚碎片，不知道你怎么从老祖手里逃走的，但是现在你交出碎片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宗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敢一个人回来吗？第4枚碎片其次，主要不能继续让你这阴险之人继续操控宗门上下的生死。筑基巅峰的修为全开，加上苍玄老祖残魂的全部力量，我的气息在这一刻无限接近金丹。你什么时候？宗主是金丹中期，比叶家老祖弱，但比我的筑基巅峰强了整整1个大境界。
苍玄宗的山门被打碎，大殿坍塌了一半，3000弟子远远躲着，看着那道金色身影和宗主缠斗。就这点实力吗？不痛不痒。小子，老夫还有一个秘法，能让你身体时间回溯到最佳状态，但代价是5年的寿元，且老祖我的法力也只有在你集齐所有碎片后，才能再次恢复了。好，老祖来吧。好，老夫来了。这一拳没有任何技巧，没有任何花哨，就是纯粹的力量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赢了。获得第4枚神印碎片，神印完整度从41%提升至53%。然后我转身走向叶无尘。弟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前世？什么前世？我也求过你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为讨回公道，切勿再作恶。我也要开始追寻心中的道了。获得第5枚神印碎片，神印完整度从53%提升至64%。最后2枚碎片位置，老夫一直没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1枚在天上，1枚在地下，天帝手中，地下那枚在幽冥深渊的冥皇手中。就这，那就去。我走出天玄宗的大门，门口苏迪梦带着3000魔兵等在那里。你迟到了3天，路上有些堵。什么堵？没什么的。收集剩余2神印碎片。小子越走越远了，9天10地，万古第一传奇的路走下去